接下来要被讲述的是规则，但在此之前，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神的存在？你又是如何理解神的存在？那渐离而怪诞的意志，了解一切，掌控一切。可既然如此，为何从未有人亲眼见到过它？今天，我们必须找出答案。天哪！快醒醒！天哪！我这是在哪里？刚才那是布罗尼亚的声音吗？布罗尼亚为什么会来天命总部呢？我难道在做梦吗？可是，在此之前，我应该刚到天命的训练场吧？结果就这样自顾自的睡着，还做起了清醒梦吗？也好。这种不变，久违的体验起来还挺新鲜呢。也对，既然没办法主动醒来，那就四处看看吧，说不定会意外发掘出来什么有趣的记忆。哼！小菜一碟，果然是布罗尼亚的声音，刚才我没有听错。啊！不稳定到这种程度吗？不过，布罗尼亚在我的梦里竟然是这种活泼的感觉吗？有点意外呢。奇怪，我为什么会梦到十之律者？是啊，凯文，我们终究还是走在了不同的道路上。朋友还是敌人，选吧。还是和之前一样吗？糟糕，果然还是无法顺利使用。布罗尼亚，布罗尼亚，你在哪里？难道这根本就不是？果然，这恐怕不是什么梦境。可我为什么会……律者的
全能，无法自由使用。这种数量，必须要想办法从中脱身了。天哪！重装小兔，全武装展开！布罗尼，真的是你！你还好吗？天哪！多亏了布罗尼。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种怪物似乎……他们是量子之影，而这里，毫无疑问就是量子之海。量子之海，也就是说，我刚才看到的那些，恐怕是某些散逸在世界泡之间的投影。可是，想要进入量子之海，应该不是睡一觉这么容易的事吧？在醒过来之前，我记得自己应该正在天命的训练场。对，当时幽兰戴尔刚刚过来，我还和他打了个招呼呢。果然，或许是与所谓的适应程度有关吧。布罗尼亚甚至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就来到了这里。当时可以说空间波动毫无征兆的就发生了，所以这倒也让我们无法完全排除目前的状况只是某种大规模幻象的可能性。你是说，像是在太虚山遇到石之律者时那样？不过除开这种有些荒诞的情形，可能性倒也只剩下一种：某种力量能够无视空间和对象的限制，将对方强制转移，并封印在量子之海当中。相比起来，或许还是幻象的可能性更让人舒服一点。舒服。如果这种多人强制转移是一种真实的手段，它一定不会只用在我们身上。不过反过来说，虽然和布罗尼亚进入海原之眼时的感觉有微妙的不同，可这里却也找不到任何作为幻象的破绽。所以，就算这里的确只是幻象，那么编织它的人也一定对量子之海非常了解。那么，你刚才说的微妙的不同又指什么？布罗尼亚认为，在这里存在着一种理论上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应该怎么说呢？我们所处的这片从属于量子之海的空间，或许可以说是被征服过的。虽然还无法确认原理，但似乎是某个世界炮冲破了界限，让这一小片海域成为了自身的卫星，或者从属单元。这有可能吗？一般来说不可能，除非……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尝试离开这里，恐怕一切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
这倒也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的原因之一。他们看起来是无法根绝的存在啊。布朗尼亚，接下来怎么办？布朗尼亚会用刚才的方法进行火力掩护，清理出一条道路。提安娜就沿着那个方向突围吧。明白了。尝尝这个。这个方向有什么特殊之处吗？在没有注意到我们之前，这些量子之影一直在向着那个特定的方向行进，就像是正在往那里集结兵力。这和你之前说的征服量子之海有关吗？不知道，但肯定事有蹊跷。不过，连布朗尼亚的律者全能也无法正常使用吗？这应该不是身处量子之海会自行产生的副作用吧？这正是另一件无法进行解释的事。很有可能，对方所针对的就是不，现在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做出那样的判断还太早了。希望事情没有向布朗尼亚担心的那个方向发展吧。他们正在攻击空间。果然，这种类似征服的行为也需要付出相当程度的代价。这些量子之影并不是征服的执行者，反而应该是它的结果。将一小部分量子之海中的其他空间纳入世界炮，也为自己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敌人吗？也就是说，那里应该就是类似海渊之眼的连接点。可如果是这种源源不断的规模，想要突破的话，在无法使用全能的情况下，至少也要有除我们之外的第三股力量从旁协助才有可能。这样说来，我们或许不应该贸然前进。虽然我了解过的理论不多，但谁也无法保证对面的那个世界炮对我们心存善意吧。话虽如此，但怎么了，布朗尼亚？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比起留在量子之海和影子们无休止的缠斗，对面世界炮会带给我们的潜在风险，或许还要小上一些。如果只是在这里一味打转，我们也只能被动的等待他人救援。查明律者全能受限的原因，更是无从谈起。布罗尼亚会和重装小兔一起尝试引开这些量子之影。接下来的事，应该就是提安娜更擅长的了。你想让我在这段时间里试着去打破这里的空间壁垒？你大可以用蛮力去撬开它，然后尝试找到新的道路，或者那个我们假想中的力量。提安娜，布罗尼亚知道你的担忧，但在有重装小兔帮助的情况下，布罗尼亚能够争取到的时间显然更加充分。而且提安娜毕竟还掌握着空之律者的全能嘛，虽说使用的方式目前看来非常受限，但1肯定是大于0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彼此交换工作内容，效率多半只会变得更差。我没有质疑这些啦，布罗尼亚。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布罗尼亚尝试了一些新的战术吧，使用密集的无差别火力压制敌人，同时利用实时的精确制导，确保不会伤害到同处战场的伙伴。这应该是只有理智律者才能实现的战术吧？那倒不一定吧。不过重要的是，理智律者的全能确实可以作用于一些无形的层面，甚至是在无法发挥全力的情况下，像是战术，甚至方略。你倒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具体而言，这更像是在精密仪器车间里利用3D 打印技术来节省成本。
这方面的知识细节我肯定听不懂啦。不过在未经充分演练的情况下，这样做应该还是有风险的吧？没关系，因为那是 Kiana。就是这样，因为那是 Kiana， 所以我们当然能配合好。我也一样，因为那是 Bronya， 所以我不会觉得担心。只不过在真正要开始之前，自己却终究还是想要叮嘱你一句，要当心啊。很矛盾吧？矛盾不就是人之常情吗？当然 Bronya 会尽量小心的。那么抓紧时间吧，天哪！还有，既然你还无法自如运用控制律者的全能，那么你还记得高空落地的正确姿势吗？高空落地？哼，没关系，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最多会有点痛而已。不愧是你 ，Bronya。现在看来 ，Bronya 果然不需要这种多余的担心呢。他无疑在非常踏实的使用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向更远的地方。也对，这才是他所代表的理智律者嘛。啊，是啊，我也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的去完成工作才行。